明治大学の篠吉信と申します。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の塚本と申します。今日は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法政大学出版社他们出了一套那个通过关键词来阅读中国古典的这样一套非常棒的一套丛书。那么是从2015年开始出的，去年年底那个出齐，正好那个10年，花了10年的时间出齐了这样一套书。那个刚刚那个出版的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我参加过那个在东京唐书店举办的那个庆祝活动，当时是那个当年出版了2册吧。那么今天能够主持那个第5册那个出版的这样一个庆祝活动，感到非常荣幸。那么今天2位嘉宾呢，都是这套丛书的作者，是枝野好生老师是明治大学的教授，然后总本马吕冲老师呢是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的教授。他们2位呢是第5本书，这个是表达的技术。这本书里面的2位主要作者。こちらが皆さんこちらの手元の。这套书呢，是我刚才说是2015年开始那个出版的。那么从构思的那个阶段呢，开始呢，枝野老师就一直参加这个工作。那么他们当时就想了那个15个这关键词啊。我们看这15个关键词，那么第一卷呢是那个关于那个宇宙论的，是天化石。然后呢，关于文学方面的是鬼禽兽石。这个石头这个词也作为一个关键词，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文学里面，石头其实是一个有很重要的象征作用的一个或者说被描写的对象。那么还有像圣人、真人、狂者，然后关于历史方面有华夷、正统、士这些那个就是说和中国古典相关的这些关键词呢，列出了15个。那么有些是有点给我们感觉好像有点出人意外的，以前好像不太看到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尝试的地方。那么这5卷有些什么特色呢？他们在编辑的时候呢，就考虑到一个是要能够连接专家和一般读者，一个就是说它里面的内容就是专家也可以读，因为有些是比较那个写的有点深，但是也可以那个一般读者也可以读，就是面向就是说没有那个专业训练的一般读者，他也能够理解那个里面写的内容，所以照顾到这2方面的读者。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考虑到就是能够连接研究中国的专家和研究西方的专家。那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纯粹是中国的研究的话，那么你要让那个就是说不研究中国的这些学问的这些学者，或者说他们研究西方的这些学者，他们怎么来理解那个中国的这个传统，那么也需要有一个嫁接，有一个连接。其实这种方法现在也是20世纪以后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那么比方在我们刚才看到他那个书名里面有些拉丁语的词汇 ，cosmology 啊，这个宇宙论，historia 这个原来是历史故事。古希腊语的故事的意思。阿鲁斯就是这第5卷的是那个，这也是拉丁语，是那个技术啊艺术的意思。那么这样就是意识到，就是说不纯粹是局限在中国文化的这范围里面谈这些，而是考虑到这些西方文化的这些对比啊什么。我们读了他们的书，就可以发觉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那个新鲜的这样一个视野。キーワードということは、西洋哲学であればですね。那么这5卷书呢，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说通过关键词来那个阅读中国古典。那么通过关键词来阅读这个古典这种方法呢，其实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经常会采用。比方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比方说自由啊、平等啊这些关键词，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在研究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关键词呢？其实这也不是那个叫什么很新的做法，其实古代就有。那个比方枝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叫程纯，是那个应该是南宋时期的中国的一个学者吧，他是朱熹的学生，他那个写过那个性理自义，也叫北溪自义。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解释那个朱子学的一些关键词，就是命、性、那个心情啊等等。然后呢，在江户时代，日本有一个大学者，那个儒学的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思想家叫伊藤仁哉，他写过一本《与梦自异》，它里面也解释了像天道、天命、道理、德啊这些关键词。
那么他解释这些词，就是他要，因为他是批判朱子学的，所以他就说自己的那个理解的这些词是什么意思，而朱子学又是什么意思，有这样一个对比在里面。所以这种手法其实也是古已有之了。那么像这种那个解释这种关键词、这种关键术语的这些词典呢，以前也那个编过。右边的这个《中国思想文化试典》，这个重塑之前啊出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词典，这个里面解释了很多那个关键词，都是当时那个现在日本那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专家他们一起那个主编的，里面有天道啊、气啊、理啊等等。那么这是比较面向专家的那个编的一本词典。那么一般读者用的呢，就是说，比方对一些初学者来说，也有那个很适合的一本词，叫《中国思想基本用语集》啊。那么这套书呢，法政大学出的这套书就介于两者之间，它就是说既要面向那个专家，也面向那个一般的读者，那么也面向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中国文化的人，也那个同时那个叫什么，意识到就是说，也可以让研究西方的文化的这些专家可以看这本书。那么在中国国内呢，其实也有那个研究这些关键词的那个这些研究，当然那个说法不一样。有那个比方很有名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张岱年先生，他写的那个是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这些其实也是就是关键词。另外一位还有位健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研究中国哲学的教授，他也写过，张立文先生也写过那个这方面的著作。那么比较新的呢，有那个比方2021年出的那个《中国思想文化术语》，还是中英文对照的啊。那么也是那个文史哲三方面都有的啊。这个在网站上面也可以查得到，那个非常方便的，检索起来非常方便的。那么在日本近代以前的哲学，那个是不是能够我们来讨论一下，是不是可以从关键词的角度去思考呢？讨论呢？那么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就是像刚才说的伊藤仁哉那样，江户时代的一个伟大的那个学者啊，思想家，他用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传过来的术语啊，中国传过来的术语。那么日本本身有吗？日本本身当然也有，像本居宣长，日本的国学大师，他用那个物之哀啊这些那个表达日本那个传统思想的这种词也有，但是比较少。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就是回到传统的这种方法，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那个通过关键词阅读中国古典的这套丛书的最新的这一本，就今天两位作者就是要介绍这本书，就是表达的技术啊，关于中国的那个诗论、书论和画论的。这些老师说那个以前那个关于这些那个关键词的这种研究呢比较少，那么也许是因为那个关于比方举个诗论的例子的话，就是关于诗论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也是个原因。但他觉得也是有那个可以连接的部分的。我们比方看一下那个20世纪日本的那个相关的研究的话，有代表性的就是这4种，他现在举的这4种啊。铃木虎雄是比较早的了，然后青木正尔那个鲁迅也那个好像也引用过的，那当时很有名的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那么后来有林田胜之介，还有一位是前不久去世的那个京都大学的那个荣休教授叫信善弘，这也是位研究那个中国文学的大家。那么在中国呢，那个出版的这些关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呢，那么志野老师现在举了这个4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都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学者写的。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日本でやっぱり中国文学理論を研究する人が少ないから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那个翻译成日文的那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呢，有现在举的这2本，一个刘若愚，这个人好像在美国教书的一个华裔的学者，另外一个是叫周勋初，他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也翻译成日文了。但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这个古典文学理论的呢，还是比较少。比较新的呢，有那个京都大学那个毕业的那个永田知之这位学者，他写的《理论与批评：古典中国的文学思潮》，那么写的比较专业，但也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还有一位是川和康三，这2位是比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学者。那么川和康三先生的这中国的诗学》这本书里面呢，是汇总了中国各种那个诗论。那么涉及了方方面面，所以以后研究中国诗学、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话，这本书会成为一本那个非常基础性的文献。那么志野老师说，他那个在这本书里面他是写的关于中国的诗论的，但是
不可能那个牵涉到就是说涉及到所有的那个方方面面。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主要的是一个是那个在中国古代谁写诗的人是谁，另外一个就是说写诗的人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主要是从这2个方面呢来那个写作的。那么接下来就围绕着那个这2个重点呢来介绍一下。那么有关内容其实也引用了那个其他那个学者的那个成果。那么在书里面介绍了就是中国古典里面的一些著名的说法，比方《毛诗大序》里面说“诗者志之所知也”，还有那个《尚书》里面、《书经》里面的那个“诗言志”这些比较有名的说法。那么所谓的诗言志，这个志到底是个人的志呢，还是那个集体的志呢？那个志业老师说，那个这不是说个人的那个志向、个人的志啊，而是共同体的。比方像《诗经》的话，它里面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志。那么志业老师现在那个列出来呢，就是一个其实是个中日古典的对比了啊。那个《毛诗大序》里面呢，是讲到一个诗的教化的作用。要起到一个教化那个国民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日本的这个古今集那个真名序里面呢，就这部分就没有了。这个就是中日古典文学的这样一个比较鲜明的这样一个对比了。那个司马迁那个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报什么少卿书啊，那个里面提到就是那个他写史记是发愤著书啊，他的那个动机，谈到自己的动机，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还提到了那个文王。那个写易啊，还有孔子写春秋，屈原那个写离骚，左丘明写那个春秋左氏传，还有那个孙膑、吕不韦、韩非、十三百等等，都把它列为就是说发愤著书的这样一个谱系里面的人。那么是不是发愤著书的就是一个个人呢？当然有个人，但同时呢也有那个就是说集体的。比方诗300篇的话，就不是一个人的创作。那么吕不韦他那个叫什么？写的《吕氏春秋》，那也是一部那个集体的创作，并不是吕不韦一个人写的。所以就是说，这些其实也有那个传统的那个继承的，不是说突然之间从无创作出来的东西啊，也有这样一个传统的那个继承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很早就有这个文学评论的那个著作出现。那个比方，魏国的魏文帝曹丕，他写的那个典论论文就是非常著名的一篇。那么他把自己他是个皇帝，但他把自己放在那个批评家的这个位置上，和那个作者区分开来，然后把那个文的这个世界呢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这样一个世界，然后考察这个世界的人呢，就是批评家的那个作用。而不是说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随便的评论，那就是批评家。那个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独立的世界啊，文章的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来看，来对其进行考察的呢，这才是批评家。那么最后要那个提到那个就是鲁迅他是怎么利用这个古典的。那么我们知道鲁迅很反对读古书是吧？但其实鲁迅读了很多古书，那个他那个吸收了那个很多古典里面的用法。营养，所以这些老师说，他其实是懂得那个中国的古典里面有那个可以利用的东西，又知道那个中国的古典里面可以用来那个比方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能量还是有的，所以他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古典。其实，因为文学它本来就是描写的是社会人生的全部，整个世界都可以说是文学的描写的对象，所以呢，通过文学本身也是可以理解那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同时呢，又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呢，来那个理解这些文学本身。日本那个文学史当然是有的，但是那种文学思想史、文学评论史，其实是很少。那当然近代以后是有的。那么在近代以前的话呢，更多的是就像刚才那个举的那个伊藤仁哉的例子，是用中国古典的里面那些术语在那个说明。志业老师通过他的研究呢，他发现就是说中国古典诗论啊。那个给他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是和整个世界连在一起的。我记得他在书里面提到，汉代的文学就是他要描绘的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有那样一种气魄。那么，所以这样一种描写方式呢，就是很适于那个，比方我们现在从概念化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就很适于那个概念化的角度来做这个研究。那么日本的古典诗论呢，或者说日本的古典诗，它的写作呢，更多的是描写私人空间的，私人的这种关系的。所以那个诗人这样一个网络的啊，所以它不太适于那个概念化。
就是更偏向于个人的，比方抒情啊等等。那么当然这样的比较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说两个有不同的特征，其中当然肯定也是有例外的。中国的诗人里面肯定也有那个专门写那个儿女情长，不要写什么世界整体的。那日本的诗人里面肯定也有会写那个天下国家的。这个季老师说的是它的总体的这样一个特征，有这样一个可以概括的特点。谢谢。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非常感谢呢，志业老师给我们那个总结了中国古典诗论的这个重点的它的特征啊。那个我读了书以后就感觉那个关于虽然我这个是门外汉，但是还是很有收获，就是能够从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中国古典的文学，这个中国的读者读了以后也会很有收获的，并且里面那个也有一些从西方对比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这样的看法，所以就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新鲜的一种写作方法、研究方法。接下来请那个总本老师给我们讲那个中国的画论啊、艺术论的研究等等。钟博老师很谦虚啊，他说他只是负责了那个里面的很小的一章，就是关于画论，其实是写的很有趣的一章。那个我拜读了以后呢，收获很大。那么他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在日本的这些研究中国艺术论啊，还有研究中国美术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向大家做一下汇报。钟博老师说他的美术史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当然是和社会有关系的。那么日本近代以后呢，这主要是在学校里面那个做这样的研究。那么这就是要回到那个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呢创办了那个东京美术学校。这个东京美术学校那个建成以后呢，有两位那个重要的那个角色，一个是冈仓天心。他那个写过那个茶道东洋的美啊等非常著名的一位美术史专家，另外一个是阿内斯特费诺罗萨，那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他们两位那个当时对明治时期的日本的美术教育呢有发挥了重大的影响。那么他们两位的主要的那个功劳是什么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一个是从美术教育里面呢那个原来的传统的水墨画消失了。不教了，因为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强调的是一个是日本画啊，就是用颜料那个画的那个画日本画，另外一个就是说水墨画就变成了中国的那个国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书法不再被视为是美术，所以那个美术大学里面呢就没有书法课了，书法就在那个师范学校里面教。那么水墨画在哪里教呢？就在民间的那些学校里面教那个水墨画，这他们做的改革的那个状况。这就是日本近代美术的那个现代化。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水墨画那个不在大学里面教了，不在美术大学里面教了，然后书法呢就不再被视为艺术。当然这样会被书法家那个抗议啊。随着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啊，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东京美术学校创建，然后呢又创建了那个东京帝国大学，然后在大学里面呢，1914年大正3年的时候设置了美术史的那个课程，那么在那里专门研究那个艺术。钟博老师非常谦虚啊，他说那个这些研究美术史的人呢，他们既没有钱，自己又不能够那个叫什么。像一些有钱人那样去收藏名画啊、作品什么，那么就是自己也不会画画，那么就专门在研究这些作品。那么在东京大学那个最早的研究这个美术史的叫龙津一，他的父亲呢本来就是画家。那么他的那个做研究美术史的特征是什么呢？引进了那个西方的一些那个学说，比方像德国的那个就是温克尔曼，那么就是近代美学的那个创始人，还有那个瑞士的那个沃尔夫林，他从他们那里呢就是引进了样式论啊。那么这样就是正式的确立了日本的就是说美术史的研究的一个范式。那么它和那个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就不一样。内藤湖南我们知道是大有名的那个研究中国的一个历史学家，是吧？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中国美术的爱好者，所以他写过一本那个支那美术绘画史。那么他自己呢，他不会去用这种样式论这些理论来研究，他自己也能够写题跋，他这书法也很好。那么这个样式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直译的话，就是说，不说这是个很美丽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个美术史。那个文献も使わない。
也不用文献，是这样一个特征。日本那个近代开始那个研究这个美术史的时候呢，最初呢，他们那些人他们自己也会画画，或者说自己也会收藏。但是从1914年那个东京帝国大学设置了美术史讲座这样一个专门的课程以后呢，那么就是也不会画画，也不会收集，就主要是研究这些美术作品。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就是历代的这些有代表性的研究那个美术史的这些专家，他们战前的就是说他们都是那个到中国去留过学的，但是战后的这些也是在168年这个前后，他们这个是没有到中国去留过学的。然后在下面的这个1955年出生的谷丰信这位学者，他到那个北京去留过学，那个时候就是说又开始恢复了留学。美国也是那个在战后中国绘画研究作为美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开始那个发展的。那么这个照片是那个 James Cahill 这个美国的一个研究中国美术的那个专家，他在那个故宫那个拍的照片，里面是那个芥子园画传的那个英译本啊，这 Tower of Painting 的是呢。所以战后美国的那个研究中国美术史呢，他们是把中国绘画呢，不是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民族艺术，而是作为一个人类视觉艺术的一部分来那个定位来研究的。特别是那个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做研究的这方文先生啊，把那个中国绘画里面的这种远近法啊，这个还有变化啊，还有那个中国绘画里面的这种样式史的这个变迁啊，他都做了那个说明，就是说能够让那个看的人能够理解，就是把那个中国美术史作为一个人类的美术的一部分来那个研究，这方面获得了那个很大的成功。这位方文先生呢，他那个做过那个大都会那个美术馆，在那里工作过，也在普林斯顿教过书。他的一位日本学生就是石守谦先生，就是中本老师的老师，这是他们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但是中本老师说，进入21世纪以后，那么做法要有一点那个改变了，那么也需要那个使用文献，也需要那个同时呢能够介绍中国的一些那个研究方法，或者说中国的成果。比方我们举个例子，那个郭熙北宋的一个著名的画家，他有一幅作品叫《早春图》。那么这个作品其实它是藏在那个台北的那个故宫啊。那么真正那个一般民众能够看到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那个展出的，以前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名画。那么现在就需要对这样的名画那个进行那个进一步的解释研究。那么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比方就是法政大学出的这个系列里面有一卷是叫治乱的啊这个历史，里面谈到华夷正统士。那么这也是可以那个提供一个新的那个就是说研究的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说在北宋的这样一个文化国家，他们这个欣赏艺术水墨画作为士大夫的他们的身份的一部分啊。那么当时那个这个水墨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从事啊，就是这时间、历史等等这些角度呢，可以做那个新的研究。我们比方想那个对比一下中西那个美术的话，会发现中国的艺术里面好像没有那个裸体作品的，就是说那个比方那个西方有很多那个裸体的那个作品艺术，但是中国是没有的，应该是没有吧，几乎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这说明了就是说大家的世界观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比方那个就是山水的势啊，就是比方像那个这是元朝的一个著名画家叫王蒙是吧？他的山水画里面好像这个画面里面就是凝缩了很多那个就是东西含义在里面。那么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很曲折的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表象。那么怎么样来解释它？这也是那个需要做那个研究的。另外一个，中国的那个这些山水画里面是没有阴影的，不像西洋画那样。那么这又是为什么？也需要那个做出解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文人画。那么这里比方是赵孟頫的这个《水春图卷》是吧？那么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它里面含义又很深刻。那么这样一种艺术之所以能够那个发展，其实是和笔墨的这个艺术啊，它能够成立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艺术以后，很多人都可以画这个画，很多个人都可以画这个文人画。那么这个也是需要那个做进一步研究的。还另外一个就是，比方石头
那个在这个美术里面的重要性。比方也是举这个王蒙的这个画作为例子啊，是巨区灵屋图，这里面它其实是在画的一个是洞窟的时候呢，洞穴里面的啊，就下到地下的这样一个画面。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石头的重要性呢，就是在同一个系列里面，这法政处的这个同一个系列里面，是广濑老师，今天另外一位作者广濑老师今天也来了，非常感谢广濑老师。那个广濑老师是这个第2卷的主编，那么这里面就是写的是关于这个石的这一部分，这也是一个关键词。那钟宝老师说那个读了以后，非常获益匪浅啊。那么才知道那个石头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正好这个在美术史里面也得到体现。那个志野老师编的那一卷是《圣与狂》啊。那么现在这个美术画作品，大家看出是谁的作品了吗？那个明末的徐渭啊，那个他的绘画图卷。那么他是好像据说他是把他太太杀害了啊。那么这个好像是画面上就能够看出他的一种狂气。那么这样一种狂，那个本来是和美术史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欣赏这作品的时候，那么就有这个关系在里面了。那么现在正好在举办那个明末清初书画展，一个是在东京那个国立博物馆，另外一个是在书道博物馆啊。那么现在这幅画是八大山人的那个画，那么安晚贴的是呢，那个这一看就是一个很孤独的这样一个心灵所画出来的画，那么是失去了国家的这样一个人啊，文人的这个寂寞的心情都表现在这画里面了。钟本老师负责的这一章里面，他最后提到的是吴冠中，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笔墨艺术最后会走到哪里？他就举那个吴冠中这个例子，他的《逍遥游》这幅画，你看上去像那个约翰那个布罗克他的作品，有的人会说他就是在模仿他，但其实他还是用笔墨在画这个画，但是他又是到法国去留过学的，但是最终还是那个叫用笔墨的这个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么钟宝老师就觉得这其实他达到了那个用笔墨艺术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发展的这样一个怎么说，一个新的一个范式一样的。在今后这个研究那个东亚绘画的时候呢，就需要考虑那个多样性。那个因为以前那个东亚的这个艺术美术呢，主要是文人史观、男性中心主义。那么今后要更多的关注，就是说不是文人画的那些画，也要从那个女性周边区域啊，那个还有移民的美术这些方面呢，来思考这个进一步思考美术史。比方那个左上角这幅画就是台湾的女画家画的画，那么也有琉球的那个画，那么就从周边的这样一个视野，这个视角也是需要的。好，两位老师的发表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表示感谢。